傅盛，猎豹移动公司 CEO，1978年出生，超过10年创业经验，曾任360安全卫士团队负责人。2011年出任金山网络 CEO， 公司后改名为猎豹移动。2014年，傅盛带领猎豹移动登陆美国纽交所，上榜艾问人物理由：猎豹移动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少有的成功案例。你怎么知道未来那个就是方向呢？我是2年前就开始思考的呀。你看到的那个未来的机会可能在哪些领域里面？其实移动互联网已经快到末端了，积累了10几年技术，极有可能瞬间被颠覆掉。如何避免他们这样的悲剧呢？放下存量啊，寻找增量啊。猎豹的速度是因何高速？其实很多时候是被逼的。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猎豹移动 CEO 傅盛，很怕被贴上油腻中年男人的标签，所以他一直拒绝平庸，拒绝老去。截至目前，他已经带领猎豹移动积累了近6亿月活用户，3年登陆美国纽交所，得益于猎豹移动很早开启的国际化战略。业内也认为其公司的国际范儿成色要比 BAT 更足。而在人工智能领域，傅盛也很早就开始布局。那么接下来他又会凭什么继续书写未来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猎豹移动 CEO 傅盛，我在爱问人物等你。我相信未来10年的创业一定是思想者的竞争，想得不同，想得更远，才是取胜之道。能讲讲你的对未来的认知吗？我们都习惯用一个连续性的方式来思考整个世界，但有没有想到，也许我们正面临着一个10倍速的世界，就所有东西都可能短期内就10倍好。你怎么知道未来那个就是方向呢？比如说你正在付出的人工智能，这样的话，你只能是增加一些概率啊。你看今天不光是猎豹了，其实 BAT 本质上也有很大的恐慌感。如果人工智能是方向，巨头 BAT 包括全球的这种科技公司无一不在猛注这个人工智能。猎豹移动在哪儿？傅盛又凭什么？先讲一个小数据啊，我们今天是小米这个解析引擎的这个提供者之一，而且我们的准确率应该是排第1的。你想想，我们只用了1年时间就完成了过去听起来非常高深的一些技术。我一直有个观点，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在拉低技术门槛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大公司如此全力投入，因为他们的过去积累了10几年技术，极有可能瞬间被颠覆掉。所以留给创新者的机会在哪里呢？你只能找一个这个最适合自己的，或者可能最适合自己。我觉得这个创业公司还是尽量远离这些核心的竞争。你看到的那个未来的机会可能在哪些领域里面？人工智能的基础的这个设施，我不觉得那么值得创业者去投入了，但它的应用是有很多机会的。其实猎豹真正盯的是应用，比如说小雅去点首歌的准确率可能是比竞争对手高10%以上。像 AI 在各个领域，像医疗、像生物，还有火箭这些，其实今天都是有机会去尝试的。猎豹是一个出海成功的典型案例，所以这方面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出奇制胜的经验？我是从思考上，从这个竞争上去考虑的，也就远离一点。由于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全球更平，使得所有人越来越相似。你很幸运的找到了最好的团队，在帮你各个市场打全球的战役。我也不觉得是我们团队一定是多么优秀，也不是我自己而是我想到这个规律以后，你就全力以赴的这个去做。那您是主要在做投资布局呢，还是主要是管着这个猎豹的主业？这两者怎么搭配？这两者的边界正在模糊化。那新的一个优秀公司、高效专业的组织构架应该是什么样子？那我觉得就是找到核心主干的你最核心的业务，构建好基础，然后旁边有一群的这个生态型公司。能够用一句话总结出你的打法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吗？就是猎豹的速度呗。猎豹的速度是因何高速？因为我们出生在一个最不安全的环境当中。大家在国内是 BAT 的巨头，在海外是 Google、Facebook 和苹果的巨头，它一个政策就可以影响你收入10%到20%。我总算明白了，这种不安全感，持续的强烈的不安全感，就是猎豹的最大的竞争优势。算是。未来的创业一定是思维的突破。在我采访结束后，傅盛给我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人真正的成长其实是要不断的自我进化，而对于一个公司又何尝不是呢？在一个高速运行的商业世界中，不断突破、自我创新，这是成就下一个公司保命的唯一技能吧。